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看了最新上映的标人吧。我之前是聊动漫的，从标人漫画刚连载时就在追，听说要改编成电影后对成片也非常期待，而在看到标人演出阵容时更是相当惊喜。吴京、谢霆锋同台对打，退隐多年的李连杰重新复出。原来女主演虽然塌了房，但粤剧台柱陈丽君用11天就完成高难度补拍，完成度还算不错。至于导演更是曾为卧虎藏龙和功夫做过武指的袁和平，这全明星的阵容怎么看都稳了。可上映后的口碑却是两极分化，没看过原著的朋友应该会感觉很不错，甚至将其推崇为近年来最硬核的武侠片。但看了原著的话，恐怕会相当不满意，那编剧几乎把原著的神髓都给改掉了。故事的架构其实很简单，算是一出武侠公路片，背景是隋朝年间，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，强争天下名利，想实现几大功绩，让自己成为千古一帝。结果劳役过重，导致民不聊生，天下动乱。而由吴京饰演的男主刀马，曾让隋炀帝麾下最精锐左骁骑卫，几年前因卷入政治斗争，带着妹妹留下的遗孤逃进大漠，成了一名靠捉拿逃犯、保护要人为生的镖人。某次接到一笔大单，要他护送一位神秘人前往长安，那人名为知侍郎，是天字第1号通缉犯，号称只要到了长安就能颠覆朝廷。出于各种理由，刀马接下这笔大单，可这一路行程相当危险，一方面卷入了西域5大家族交战，另一方面又遭到昔日同袍谛听的追杀。刀马靠手里的刀在这大漠中杀出一条血路。不可否认，里面打戏确实相当精彩，而且量大管饱。整部电影几乎是从头打到尾，而且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特效，全是刀刀见血、拳拳到肉的真功夫。像开场刺杀阵，吴京与张继饰演的双头蛇一起对付李连杰饰演的长贵人，三人在速度感上做到了极致，那一片刀光剑影快到让镜头都差点跟不上。后面吴京和于适扮演的玉面鬼术在一片石油中对决，更是把视觉效果拉满。黑夜火场以及燃烧的兵器，刀刃画出的火线像极了黑夜中舞动的水墨，两人对打不像是决斗，更像是作画。而最后吴京与谢霆锋的决战则是全片的高光所在。谢霆锋饰演谛听使双鞭，招沉示众，每一招都是在搏命。刀马为克制对方，弃了惯用的长刀，捡起更沉更重的双锤，两人在墨家街里生死相搏，像野兽一样撕咬。电影刻画出了一种原始而又蓬勃的生命力。毫无疑问，在打戏方面，这部电影几乎做到了极致。要是没看过原著，光看这些打戏就能值回票价。可惜啊，它和原著相比真的是差了很多。别的不说，电影中的 bug 就有不少，比如刺杀阵里刀马与逃犯双头蛇大战长贵人，长贵人是带着许多手下过来的，可老大遇袭那些手下居然就呆愣愣地站在一旁看大戏。原著里刀马是一刀一个，先把那些碍事的小兵全干翻了，长贵人无人可用，才不得不亲自提剑上阵，要不然平时养尊处优的关老爷哪有自己打头阵的道理。还有人设问题，电影中的许多人设都显得相当单薄，大部分只是交代一些人际关系就匆匆下线了，但原著中的人物就丰满许多，哪怕是刚入头就下线的3线角色也一样有着自己的人物弧光。像电影里有个情节，刀马一行人被西域5大家族的兵马追杀，为防止对方直接放箭，他们绑架了其中一位族长的女儿蜜儿上车。蜜儿上车后不断破口大骂，还狠狠刺激刚经历丧父之痛的阿玉雅，最后被阿玉雅一刀捅死。光看电影只会觉得那女人傻了吧，自己小命都捏在别人手里，干嘛还那么嚣张？可你看了漫画就知道，蜜儿是对反叛何一玄有所暗恋，何一玄野心勃勃，大隋看中他的野心，与他达成协议，借他兵力来统一5大家族，作为交换要求何一玄抓住知侍郎。何一玄便设下埋伏，想抓住主角一行人，却被对方挟持住蜜儿来跑路。蜜儿在车上叫骂，是故意激怒阿玉雅杀掉自己，他宁死也不想拖心上人的后腿。可惜最关键的台词却被电影删掉了，把一个痴情的情种变成了认不清形势的大傻子。还有阿玉雅，电影里演出了她和老莫的父女情深。阿玉雅曾与何一玄有婚约，后来却毁了婚。为完成悔婚仪式，老莫光着脚在沙漠中走了2天2夜。要只看电影的话，会觉得阿玉雅多少有点任性了，拍来她好像只是为了去见识下长安的繁华才退的婚，退婚的痛苦还要老爸来承担。可在漫画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，退婚要求是老莫主动提的，而他之所以提出退婚，是因为老莫偷偷看到何一玄将他自己的老爸活活掐死。老莫认定何一玄的野心太疯狂，他不想让女儿嫁给一个疯子，才毅然退的婚。至于何一玄本人会变得这么疯狂，也是有原因的。电影里只拍出了他对阿玉雅的执念，好像是那次退婚羞辱了他，伤到他自尊心，才想报复回去。但漫画中的情节更丰富，何一玄的老爸是5大族长之一，老爸却意外落马摔断了脊背，卧床不起。何一玄照顾了老爸3年多，老爸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，到最后已经神志不清，连儿子都不认得了。身为的部落见此也开始欺负他们，断了他们的商路。何一玄想带领大家去和对方谈判，却被告知族长还没退位，他这个少主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。郁郁寡欢之下，是阿玉雅好心安慰了他，
他将阿育雅视为自己人生中的光。可后面老爸身体一直不见好，部落情况也越来越糟糕。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是老莫来访，老莫是出面暂时调停了部落间的矛盾，让何一玄部落总算能喘口气，顺带也想商量一下何一元和阿育雅的婚事，只是看何一玄老爸病重没法谈。可何一玄等不及了，他害怕连阿育雅都会离自己而去，所以掐死了老爸，想尽早继承族长之位，和那些敢欺负他们的部落好好打架来重整威风。可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出了纰漏，掐死老爸时刚好被老莫偷看到，老莫连夜退婚，何一玄是深受刺激，后面形势才越来越偏激，甚至不惜和大隋达成协议，主动成为大隋扶持的傀儡，来借兵统一西域5大家族。他想等自己成为西域大可汗后，就能风光的迎娶阿育雅，最后却被阿育雅爆头而死。另外还有知世郎，电影中的知世郎完全是拍成了一个谐星，但漫画中他是对当下局势看得最清醒的人。何一玄出场才说了几句话，知世郎却仅凭3言2语就摸透了大隋在背后的布局，一眼就看穿这没脑子的家伙不过是被大隋利用的傀儡，还把大隋使臣对何一玄的说辞给一字不差的复述了出来，吓得何一玄差点以为自己白日见鬼。而且知世郎前往长安也不只是造反那么简单，因为他自己身患麻风病，已经活不久了，即便成功推翻朝廷，他也当不了皇帝。他不是为了一己私欲，确实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行动。漫画里他没到长安，但仅凭他现在的表现，很让人期待他到长安会做什么。可惜电影里把这些高光台词全删了个干净，知世郎成了督促让刀马上路的工具人。而电影中最可惜的角色还要数谛听了。漫画标人画到现在也只出了3个大章节，游侠、大漠和江湖。电影里拍的内容基本是前2章的故事，谛听是第3章中的重要人物，之前都没出过场。在原著中，刀马与谛听相遇后，其实只打了1场就分出了生死，但在打架过程中也穿插了2人的过往。谛听的整个人生都刻画得非常圆满。遗憾的是电影删掉了太多的内容，把谛听改成了一个特别在乎兄弟情的人，说他当年是基于兄弟情分才放过刀马，后面在决战时也是看到同伴魁智被撂倒，心乱了才被击败，哪怕这回追捕刀马也是想以此重建左骁其位，重新找回当年兄弟们共闯天下的荣耀，把谛听的人设往兄弟情分上面靠，虽然也说得过去，但漫画中的内容远比兄弟情分更有深度。这里简单聊一下吧。谛听本名阿相，是大灾年间被父母遗弃在寺院门口的孩子，收养他的人名为信行禅师，是佛教中一个小分支的创始人。那个分支名为三阶宗，和普通的佛教不一样，他们这个教派不敬拜佛像，认为真佛不在佛像里而在众生中，所以他们会和老百姓一起辛勤劳作，平时主要靠乞食为生，信徒赠予的财物大都用来救济平民，平时还会注重练武，用来保护自己。由于他们作风过于清高，会耽误其余寺庙敛财，结果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排挤为妖僧邪士。不过即便承受诋毁，老禅师也没有发怒，甚至还要求那些会武艺的僧众不得出手伤人。老禅师强调武艺只是修行，而非欺压他人的工具。从那时起，阿相就暗暗发誓，既然师父为一切众生舍身，那阿相就要为师父舍身。在他18岁时，有个叫高炯的大官来访，他听说三阶宗在民众中的口碑不错，邀信行禅师入京面圣。只是他有个要求，就是需要僧团加入军队征战沙场，如能立下军功，圣上还允许信行禅师开宗立派。面对如此宽厚的条件，信行禅师却拒绝了，认为佛门弟子不应卷入政治，尤其是杀生这种恶业更是要尽早远离，杀业只是杀业，换不来功果，哪怕建白塔佛寺还不如救活一命。高炯遗憾拜别，当夜阿相却悄悄找上了高炯，表示自己愿意以1人之力立下100人战功，只求自己在攻城之后，对方能让师父进京开宗立派，将三阶宗的佛法发扬光大。第2天，阿相拜别师父，借口见了大人物动了凡心，师父虽然很失望，但依旧平静地送阿相离开，阿相便开始上战场厮杀。那是正逢南北朝的末期，隋帝杨坚下诏征发南陈，想一统中原，而阿相自小修行的武艺和天生的无双怪力在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。他因功勋卓著，很快脱颖而出，被当时还是年轻皇子的杨广看中，纳入了只属于杨广的特种部队左骁骑卫，赐名为谛听。他也正是在左骁骑卫中与刀马相识。经过数年征战，杨广终于成功率兵包围了陈朝的首都成都，只要打下这里，天下就能重归一统，多年战乱将彻底终止。在最后一战中，杨广明面上派大军攻城，暗中则是让13骑左骁骑卫潜入成都实施斩首行动，最后成功将城主生擒，一举终结陈朝的气数。事成后，13人随杨广一起班师回朝。凯旋仪式上，谛听再一次看见了师父。高炯实现当初的诺言，真的邀信行禅师入京开宗立派。
这一刻，帝听觉得自己所犯下的一切杀业都值了。他为自己左骁骑尉的身份感到无比的自豪。他亲手终结了乱世，还帮师父弘扬了佛法。他觉得这世间虽苦，但自己也是能改变什么的。后来杨广将左骁骑尉纳入自己的嫡系部队，虽然是暗中行事的宫廷禁卫，但凭借超脱于9品等级之上，上可斩逆臣，下可斩贼寇。后面几年，帝听对杨广下达的命令全都一丝不苟的执行。那时他真心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正义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大隋江山。比如有人上奏诽谤宰相和禅师，惹得圣上很不高兴，让帝听将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全都秘密处死。帝听还将寺庙改成了地牢，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有异议的人。还比如关中旱灾，流寇四起，圣上不赈灾，反而逃往洛阳避难。帝听奉命守住京城粮仓，遭到饥民围堵，那些饥民只想有口饭吃，能活下去。帝听选择是将那些饥民全部杀光。再后来，他又看到师父老了，帝听样子也变了，但师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阿相。他立马明白了所有的缘由，相认后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至今以来都做了些什么？”师父这几年过得并不开心，在京城这段时间，信行禅师也认清了一切。在平定天下后，朝廷需要一个新宗派来笼络人心。这个宗派是哪个其实并不重要，它可以是三阶宗，也可以是其他的。皇帝官员们将信行禅师奉上须弥座，可他们并不在意上面的老和尚说什么。老禅师是想尽自己所能去传达禅法，解救更多无依无靠的众生。奈何蹉跎了好几年，却发现这只是一场空。下面的人全当他说的是一堆屁话，依旧沉迷在争权夺势之中。最后他只剩一个疑问：为何当年隋帝会挑中自己？直到今天看到了阿相，他才明白，在背后隐藏的杀业竟然如此深重。老禅师老了，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只想在临死前回家。阿相看看师父，泪流满面，他应下师父最后的请求，想抛下一切荣华富贵，和师父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万没想到有人拦住他的去路。太子杨勇想借三阶宗的名望提高自己的声势，打算拜信行禅师为师。信行禅师是心如死灰，对着权力的游戏早已失望，只想回去。可这一切已经由不得二人了。被铁链捆住的帝听只能眼睁睁看着师父被带走。第二天，太子杨勇挑了个良辰吉日，让大师给他受戒，用名望给他加持。至于信行禅师本人想做什么想说什么，太子并不在意。后来师父的身体越来越衰弱，在受戒仪式的前一天，师父死了。死前信行禅师好像悟透了什么，大笑着对帝听说：“原来我也不过是泥像而已。”一生不拜泥像，信行禅师最后却作为泥像而死，这是何等的讽刺！再后来，太子杨勇突然失宠，二皇子杨广上位，从南方天台山请来了一位新的大师。失去朝廷庇佑的三阶宗逐渐失势，世人甚至污蔑师父是妖僧，觉得那毁坏佛像的举动是恶行。最后朝廷下令禁止三阶宗流传，收养门人处斩，其余信徒都强制还俗。这一切让帝听是心如刀绞，却又无能为力。直到某天，他突然被新太子杨广赦免，说是某地有名为花岩团的贼寇作乱，其首领名为知侍郎，要左骁骑尉一起前去镇压。帝听发誓要抓住一切机会，努力向上爬。等爬到高处后，他想让三阶宗恢复传承，想为师父证明。他坚持按三阶宗的理念行事，不拜佛像，甚至还将毁掉的佛像熔铸成一对铜铁鞭，用这武器来贯彻自己的信念。他行事也越来越偏激，在剿匪时他是一丝不苟执行屠城的命令，哪怕面对的是10多岁的小姑娘，他也不曾迟疑。然后时间来到决定命运的那一晚，隋帝杨坚重病，临死前居然想让废太子杨勇重新上位。现任太子杨广抓住机会，先下手为强，让左骁骑尉前去攻入杨勇宅邸，生擒杨勇，其余人等尽数杀光。临行前，杨广许诺每人可实现一个心愿。刀马是想退出左骁骑尉，而帝听只想解禁三阶宗，为师父证明。带着这个愿望，他一马当先的杀了进去。然而厮杀到最后，看到的却是抱着孩子的刀马。这便是他与刀马的过往。在漫画中，帝听当年根本没有留守，只是单纯敌不过才被刀马逃走。后面许多年他一直在追杀刀马，就是想完成最后的任务，来恢复三阶宗和他师父的名誉。可惜这一切都是虚妄。漫画里画得很清楚，和他搭档的魁之其实是上面派来监视他的，因为左骁骑尉为上面办了太多的暗差，知晓太多的秘密，他们不死干净，上面不放心。即便帝听成功完成了任务，他也无法达成心愿，只会被魁之背刺，变成魁之升官踏脚石。而原著的119话更是整个故事的精髓所在。帝听与刀马厮杀到了最后，刀马胜他半招，捅穿他的心脉，但他还剩下半口气，准备用铜鞭砸烂刀马的脑袋。这时小七挡在刀马面前，看到这孩子，他突然有所触动。刀马曾豁出命保护这孩子，如今这孩子又豁出命来保护刀马。
师傅曾说过的话在他耳边回响：每个人的生命既可渺小又可宏大。他现在才明白，何为建白塔佛寺不如救活一命。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无数的可能，都能绽放出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师傅的愿望从来不是解禁三阶法，仅仅是力所能及的去救人。想要将三阶法发扬光大的一直是自己陷入了执念。在人生的走马灯里，他想起了过去，如果当年的一切自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那恐怕今天也有不同的结果吧。昔日种因，今日得果。比如在投奔军旅时，他不再向前，而是回头。那场仗要是不打，那后面的一切痛苦也将离他远去。比如在刀马要走时，他不阻拦，那两人再相见也不用生死相搏。他不断地往回走，丢下武器和盔甲。他到如今才真正醒悟，杀业只会换来杀业，换不来功果。在回头的路上，他不断看见自己曾杀死的人，在佛堂中处死了大臣，在粮仓前打死了饥民，在民乱时杀死了少女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他们的未来都蕴含着万千种可能，每个未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可这些未来都被他终结，这些世界都因他寂灭。他终于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带着忏悔，背负了这些杀人的罪业，继续走下去。每走一步就老去一点，直到回到最初的那个地方。他也老成了师傅的模样。某天，他突然听弟子们说，外面有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。打开门，他抱紧了那个孩子，正如师傅当年抱紧了自己。正如命运又开启一场新的轮回。走马灯结束，谛听的铜鞭颓然放下，他跪坐在小七面前，毅然圆寂。不是作为杀手，不是作为左右骑卫，而是作为三阶法弟子死去。这便是谛听的故事，也是镖人的故事。当初看镖人的漫画，便是被里面众多人物吸引，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，有魄有魂。可惜电影版突出的动作却少了神魂，他有一流的武指，却只有三流的编剧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啊。